大神斩拱手道：“是，这件事情我会让下面的人今日就去办妥，交给我们吧。”便是答应了神龙的计划。看到神龙族即将复兴燃起的希望，他的脸上挂着不由自主的笑容来。好，你们下去吧。说完，下方无数神兽强者都化为一道道流光，飞出了宫殿大门之外。望着空荡荡的宫殿大厅，神龙的神色有着微微的变化起来，暗自道：“祖龙，实在抱歉，我是不会让你的祖龙族崛起的，因为我神龙族才是万兽神界的最强神兽族，给我等着。”万兽之地落幕3日后，万兽神界祖龙族一处偌大的宫殿中，这里汇聚了祖龙族的一些核心成员，几位神斩也是齐聚其中。萧炎兄，真不愧是你，在万兽之地如此多的神兽族争夺下，你竟然还真的成功夺取了万兽之心。一道爽朗的笑声直接响了起来，而他正是祖龙族目前最强的神器大神斩。大神斩，夸赞了！这一次也多亏祖逖兄祖双双二人合力，不然的话，我也没有那么快将万兽之心从那湖泊中取出来。萧炎一笑，然后将手中散发出一丝强大能量波动的红色水晶之物拿给了大神斩。后者也小心翼翼地接过萧炎手中的红色水晶之物，整个身躯都带着激动的微颤，眼神都变得异常的兴奋，因为这就是万兽之心，它是能够让一个神兽族上下增强底蕴的好东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的万兽之心诞生时，会有如此多的神兽族进入其中，不管有没有机会，都想要进入其中。就算最后没能夺得万兽之心，但至少在其中也会获得一些先祖前辈的机缘。还有祖逖和祖双双二人竟然在万兽之地里面获得了我祖龙族先祖的传承，日后如果将这一份传承炼化吸收，那么就会有2名天位神的诞生，这可以直接让我们祖龙族的底蕴上升起来。几位神斩笑盈盈地看了看祖逖和祖双双，除了萧炎，这2位的天赋也早已经被族中的神斩看中所欣赏，所以几位神斩也已经决定准备花更多的资源来培养祖逖和祖双双这2位神之天骄。他们目前的实力已经达到第1序列神，如果炼化了先祖的传承，以及配合族中的一些神之资源，突破天位神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多谢大神斩夸奖，我们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一定会将先祖的传承领悟。祖逖和祖双双二人拱手恭敬道：“好，这一次我们能够获得万兽之心，那么我们祖龙族的复兴也有机会了。”大神斩的脸上露出对萧炎感激之色。这一次虽然祖逖和祖双双都有功劳，可是要不是萧炎的话，恐怕这万兽之心肯定会落入神龙族的手中，届时他们祖龙族将会再次陷入危机。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将万兽之心的事情做一下准备，明早我便开始对万兽之心和万兽之源的能量融合。不过想要将万兽之心的能量与万兽之源彻底的融合，则是需要1年的时间。1年之后，我们祖龙族上下所有的神兽强者都将会受到万兽之源的能量赋予，血脉的力量也会得到暴涨，到时候才是万兽之心真正发挥出力量的时刻。说完，在场的所有神兽强者脸上都是无比的兴奋起来。这一刻，他们也等了很久很久。自从祖龙陨落后，他们的祖龙族就进入了衰败阶段。没有祖龙的带领之下，祖龙族开始也是变得一盘散沙。不过好在是如今的大神斩勉强撑了起来。很快，第2天清晨的一缕阳光照射大地，树叶上的露珠也是一滴一滴的落在了地上，显得非常的生机勃勃。但是今日祖龙族的大部分神兽都是异常的兴奋开心，顿时间族中便是沸腾了起来，因为今日就是大神斩将万兽之心融入万兽之源的重大仪式。当然，萧炎自然也不会缺席，早早就到场万兽之源的区域。看着今日祖龙族的热闹喧哗，萧炎自身也被这样的气氛所带动，嘴角微微浮起一抹笑意。下一刻，从4面8方急速涌来的神兽强者也是选择了自己的一个观看点，缓缓地平稳落地。他们的目光皆是看向了万兽之源，其上有着金色的能量波动，看似不规则的圆转，实则其中则是非常的有规矩。这就是神兽的核心之物，他们的能量都是来自于万兽之源的供给，所以只要万兽之心中的能量越磅礴，那么所收益的血脉力量就会越强大。今日我祖龙族终于有了可以振兴我族底蕴的时刻，也多亏了萧炎，是他让我们祖龙族有了这一次的机会。其他话也不多说，现在我就将万兽之心融入于万兽之源内。大神斩以及2神斩和3神斩脚踩虚空之上，还有着7位祖龙族中实力极其强大的核心强者来共同助于几位神斩。因为想要将万兽之心彻底的融入万兽之源，就必须要10名天位神的神奇强者才能够提升融合的几率。毕竟万兽之心的兽心本源极其的磅礴庞大，如果没有10名天位神一起助攻的话，那么万兽之心的能量将会无法完美融合万兽之源。萧炎兄，你在这呢？此时，一道身影快速的来到萧炎的身边。萧炎转头一看，笑道：“白炭兄，你也来了。”
白炭伸出手拍了拍萧炎的肩膀，微笑道：“看来上次将你从上古圣地带来，看来是我最明智的行为了。自从你来了我们祖龙族后，毕竟化解了我们祖龙族的危机，还有万兽之源的隐患，如今竟然还击败了神龙族那位准天位神的神灵，给我们祖龙族成功夺取到了万兽之心。这一份恩情，我们祖龙族算是欠你一个大人情。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直接和我说，我会让全族上下所有的底蕴和资源对接给你。”闻言，萧炎也是尴尬的挠了挠头，回答道：“这些都是举手之劳罢了，而且我也在你们祖龙族中获得了很多资源以及一些机缘。白炭兄也不用那么客气了，既然我体内也拥有祖龙血脉，那你就把我也当成你们祖龙族的一员吧。所以今后不管我为祖龙族做什么，都是应该做的。”见萧炎都这样说了，白炭也没有了之前那般客气。萧炎所说的也没有错，他体内拥有着祖龙的血脉，也算是祖龙族的一份子。就在萧炎与白炭二人的交谈间，万兽之源的虚空上，10道声音站在不同的位置，围成了一个圈，仿佛在施展什么阵法一般。荣心阵法，数道金色的能量瞬间从10位不同的体内爆发而出，并且每一道金色的能量开始朝着中心点汇聚而来，一股极其强大的能量波动不断的开始散发而出，让得在场所有神兽强者眼露震撼之色。就算是萧炎此刻也感受到了这道阵法的可怕，如果自己进入其中的话，必定会被阵法的强大力量所抹杀。难怪在融合万兽之心的时候，需要10名天位神才能启动此阵法。按照这阵法的威力来看，少1名天位神都无法完成对这阵法的启动，而且在这10名天位神中，皆是2重天位神以上的实力。想到这里，萧炎忍不住的暗自咂舌，这祖龙族的底蕴还真是强大，2重天位神的神奇强者就有如此之多。第1等级世界果然不是他们下等级世界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虚空上10道金色的能量已经汇聚的差不多了，就连空间都开始变得扭曲，不太真实起来。仅仅1道阵法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波动，就影响到了空间变化，真是让人看了无比的骇然。收！大神斩表情此刻也极为的凝重起来，在他那喝声之下，其余的9名天位神心领神会，直接双手结印，然后收回了能量。可以清晰的看到，在他们10名天位神的正中央，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金色能量球，犹如是太阳一样的耀眼，其中所蕴含的能量早已经超乎大家的认知，就算是大神斩半步4重天位神的实力都不敢大意。因为这道阵法虽然能够将万兽之心和万兽之源提高融合的几率，但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被这金色能量球的力量所反噬，到时候这10名天位神皆是会被其重创。所以在启动这阵法的时候，他们10名天位神必须要非常的谨慎才行。荣！最后在大神斩那坚毅的目光下，再度出声，旋即他们的双手之上有着金色的能量，很快他们就将双手拍出，金色能量瞬间脱离出他们的手掌，在空中形成了足足20道金色手掌，他们皆是从不同的方位对着金色能量球爆冲而来。在众人全神贯注下，这20道金色手掌全部轰击在了金色能量球之上，紧接着一道巨大的嗡声直接在空中响起，并且以声音的波动带着涟漪动荡传开。一些神兽强者被这巨大的声音所影响，直接是运转神力屏蔽了自己的听觉。萧炎也同样如此，因为这嗡声实在是听了让人极为的难受。片刻之后，空中的金色能量球开始缓缓的下降，然后那红色的水晶之物此刻正在万兽之源上悬浮着，迟迟不能与之融合。所以见到那金色能量球在触碰在万兽之心的时候，瞬间其中的能量彻底的释放而出，直接冲刷着万兽之心和万兽之源，犹如是巨大的瀑布一般，滚滚金色能量形成了液体倒灌而下，使得那原本一直悬浮在万兽之心上方处的万兽之心，受到金色能量球的力量倾泻而下后，也开始缓缓地进入万兽之源中。顿时间，万兽之源里便是充斥着多种强大的能量，它们互相之间从开始的排斥到最后的融合，1道、2道、10道、100道，越来越多的能量条在大家肉眼可见的情况下进行着完美的融合。看到这里，众神兽强者以及萧炎等人才深吸了一口气，原本提着的心也落了下来。毕竟万兽之源和万兽之心的融合极其的困难，但是祖龙族却是有着他们祖龙先祖流传下来的融心阵法，也大大的提升了他们融合的几率。在那金色能量球的力量彻底释放完之后，众人在看过去时，那万兽之心已经成功的与万兽之源完美融合，万兽之源中的能量也是不断的变得磅礴起来。看来心源真的成功的融合了。紧接着，万兽之源中喷发出100米高的金色液体，1道、2道、10道点几十道，仿佛也是在释放一般，极为的兴奋。在持续了一会儿，这些几十道金色液体喷发出去后，最后又落下进入万兽之源中。每当这些金色液体落入其中的时候，万兽之源中的能量便是愈发的磅礴强大起来。大神斩以及其余的9名天位神见状，也是松了一口气，因为按照目前来看，只有真正的融合后，万兽之源才会有如此的异象。我们成功了！此话一出，其余神兽强者脸上也挂着精彩的笑容。
因为星源一旦融合成功，就意味着他们的祖龙族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大改变。他们族中上下所有的神兽强者都会受到万兽之源每天每夜给他们带来血脉力量上的大幅提升，其中甚至有一些卡在一些境界已经很久很久。这一次见到星源成功融合，他们就有机会冲破境界的桎梏，突破更高的神境层次。大家都辛苦了，虽然已经融合成功，但是想要将万兽之源和万兽之心两者真正的彻底融合，还需要1年的时间。只有在他们两者间彻底融合为一体时，我们族中的所有族人才能够获得万兽之源的能量，到时候我们祖龙族将会真正的崛起。大神斩说完话之后，下方的所有祖龙族族人顿时间哗然声响起，更是无比的兴奋与激动，因为1年后他们的实力将会大幅提升。1年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很快就会过去，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的开心，甚至体内的那一股满腔热血再度爆发了出来。这或许才是祖龙族真正的样子吧。萧炎看着这些祖龙族之人那再次充满希望的模样，他也仿佛融入到了这氛围当中，感受着那一股热血的重燃。不过就在他们祖龙族中充满着久违的满腔热血气息间，在他们的祖龙族之外却是有着一群不速之客。很快祖龙族中的警报也被彻底的拉响了起来，刚刚那开心热血的氛围瞬间被打断，取而代之的是紧张之色。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少神兽强者疑惑的出声，甚至有些神兽强者的脸上挂着一抹凝重之色，因为这个警报很熟悉，一般很少会有发出这样的警报，只有祖龙族被突然入侵时才会发出这种警报。想到这，难道说祖龙族又被什么神兽族给入侵了不成？族中来10名天位神，与我一同前去查看原因。2神斩、3神斩，你们留在族内镇守。大神斩见此，也是立即下了命令，带着身后的10名天位神，直接以最快的速度朝着祖龙族的大门口而去。看来有强敌入侵祖龙族了。白炭兄，我去看看。萧炎丢出一句话，直接跟上了大神斩他们的身影，留下白炭在原地，因为他也知道，就算自己过去也无法帮助他们，毕竟实力有限。众神兽强者中，祖逖和祖双双也想出去看看情况时，却被2神斩和3神斩叫住。你们2位不能出去，不知道对方来者是谁，这样贸然出去很危险。况且你们乃是祖龙族的新希望，在还没彻底的变强大之前，不能有丝毫的差池。被2神斩、3神斩这么一说，虽然他们也很想去帮忙，可是为了大局着想，他们也只能硬生生的压抑住自己这冲动的想法。见祖逖和祖双双2人没有再选择跟过去，他们才松了一口气。毕竟他们此前刚获得祖龙先祖的传承，如果出什么意外的话，祖龙族必定也损失了2名能够成为天位神潜力的神之天骄，所以这样的事情绝不会让其发生。现在干着急也没有用，只能等大神斩他们前去看看究竟，然后再做出相对应的反击。此时祖龙族的大门之外竟是有着数十位神奇强者，而且从这些神奇强者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来看，皆是天位神的实力，能够与祖龙族底蕴相媲美的，可怕在整个万兽神界之中，唯有神龙族和圣龙族，而眼前这些神奇强者的气息应该是神龙族。你们是神龙族之人，今日为何会出现在我们这里？难道你们想开战不成？此时祖龙族的一位把守的强壮男子语气重重地说道。然而面对这男子的质问，神龙族的数十名天位神并没有直接横扫这些把守这里的士兵，而是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道：误会了，误会了，今日我到此不是开战，而是有事找你们祖龙族中的一位人类。就当这男子想要再度回答时，在其后方的祖龙族大门处瞬间出现一道巨大的漩涡，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息波动传荡而开，然后便是看见祖龙族的大神斩以及其余的天位神等身影出现在了此处。来我们祖龙族找人，你们神龙族又在打什么主意？大神斩那霸道的喝声顿时响彻在这片天地。见到祖龙族的大神斩亲自出来，神龙族的众神兽强者表情也是微微一惊，而后又恢复正常。为首的一位年轻一点的男子看着祖龙族的大神斩，拱手微笑道：沈大神斩，好久不见了，今日前来是有要事与你商量，并非是开战。闻言，大神斩一脸不幸的冷笑出声道：呵，你们神龙族不开战，怕是笑话吧？你们不是很想要将我们祖龙族从万兽神界除名吗？怎么现在说不开战，怕不是打自己的脸？大神斩的回答也是非常的犀利，看来神龙族在祖龙族的眼中确实是有着极其不好的印象。毕竟所有神兽族的人都知道，神龙族的野心就是铲除与他作对的势力，而祖龙族就是为一个与其对立的强大势力。只有彻底的铲除祖龙族这些绊脚石，他们神龙族才会成为万兽神界的最强霸主神兽势力，统治整个万兽神界。而且当年要不是神龙族的那位神龙发起3大神兽族的大战，祖龙也不会陨落。虽然祖龙是因为那一道天降火焰而被传送到天元界的古元天，可是这其中肯定有神龙在做手脚，不然为什么在他们3龙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只有祖龙被那道火焰黑洞吸入其中？所以祖龙族之人则是非常憎恨神龙族之人。再见到来者是神龙族，祖龙族的大神斩的情绪都开始大变，
被大神斩对的有些发青的神龙族强者，依旧是将愤怒的情绪压制而下。毕竟今日来祖龙族乃是神龙的命令，如果做不好回去的话，肯定少不了惩罚。旋即，神龙族的大神斩依旧是笑盈盈的道：“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今日我们前来，真的不是与你们祖龙族开战，我也与你们这些把守者，我们先把这个误会解开。”误会？我倒是想知道你所说的误会是什么。祖龙族的大神斩双手抱胸，倒是想要听一听对方究竟想要干什么。见祖龙族的大神斩冷静下来后，神龙族的大神斩先是咳嗽了一声，然后脸上挂着一丝笑容，只是这笑容在他们看来，并不是安什么好心。事情是这样，沈大神斩，我们神龙大人想请你们族中的萧炎小友前去解决一下我族万兽之源隐患的事情。听说此前你们祖龙族的这个隐患就是这位萧炎小友解决的，所以我族神龙就决定邀请他。也只有萧炎小友有这个能力去收服分裂神火后的本源，还请沈大神斩帮我通报一下吧。就在神龙族的这位大神斩话音落下之后，祖龙族大门处的漩涡再次圆转起来，然后出来一位黑袍男子，而他正是刚刚跟在大神斩身后的萧炎。只不过大神斩他们的速度极其之快，萧炎已经全力追击，可是依旧无法追上大神斩他们这些天位神的速度。看来序列神与天位神之间不仅是力量上的差距，还有速度上也同样有着极其悬殊之差。随着萧炎的出现，双方的强者皆是将目光投射过来。刚刚神龙族所说的话，萧炎已经通过神境灵魂听得清清楚楚，所以直接一脸果断地拒绝了对方。你们神龙族向来与祖龙族处于敌对状态，这一次想要找我帮你们解决万兽之源的隐患，我凭什么？萧炎的声音极为的冰冷，丝毫感受不到有什么温度。但是他说的也没有错，要是这一次将神龙族的这个隐患解决掉的话，对于他们族中上下的神兽强者也会受到血脉力量上的提升。想回想去，这对祖龙族大局观来说并没有那么好。如果一旦让神龙族的底蕴提升起来，肯定会对祖龙族施压。更何况祖龙族想要彻底的将万兽之心与万兽之源融合，还需要1年的时间。所以这1年的时间里，并不能出现什么差池。望着眼前这位黑袍男子，神龙族的一众强者也是开始打量着此人。之前就听闻说，祖龙族出现了一位人类强者，帮助了祖龙族击退了穷奇一族，化解了危机。而后在万兽之地里，又击败了诸多神兽族的强者，甚至他们神龙族的那一位天位神之下的第1人神灵，而他也是败在了这位名叫萧炎的人类手中。不过在他们探查时，就发现萧炎的修为也才第2序列神而已，如此实力就击败神灵，那等准天位神的神器，还真是不显山不露水啊！而且以他们这些天位神的感知，早已经发现萧炎体内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看来所言不假，他们眼前的这位人类的确不简单。但是为了完成神龙的计划，他们也只能低头示好，毕竟能屈能伸才是成为真正强者前的风范。虽然说对于神龙族之人很难做到，可是他们也要硬着头皮去做。在打量了片刻之后，神龙族的大神展笑盈盈的出声询问道：“想必你就是近日名声崛起的萧炎是吧？”闻言，萧炎并没有回答什么，而是想知道对方接下来要说什么。见萧炎没有回答自己的话，大神斩依旧是热脸贴冷屁股一般，继续微笑示意道：“这一次我们神龙族前来祖龙族拜访，是因为我们有事相求。至于这件事情是什么，萧炎小友也是已经知晓了。在来之前，我们就了解过你的修炼体系。萧炎小友修炼的是火道，而且对火焰有着极其深的造诣，所以这一次邀请你来我们神龙族，就是给我们彼此有着共赢的合作。”说到这里，神龙族的大神斩停顿了一下，深深的呼吸一口气后，接着说道：“萧炎小友应该知晓当年天降火焰的事情。如今这道火焰乃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6的3枚，而且当年被3龙合力施展封印神法，分裂出3道神火本源，将其封印在了神龙族、圣龙族、祖龙族3大族的万兽之源。如今我族的万兽之源也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也在前不久传闻萧炎小友你可以收服神火本源的天赋，所以这一次我们前来祖龙族拜访，也是受我族的神龙大人的吩咐。神龙大人想邀请萧炎小友跟我们回神龙族一趟，将万兽之源的隐患解决。当然你只要解决了这个隐患，那神火本源我族就决定直接赠予萧炎小友。只要你成功的收服神火本源，那么你的实力将会提升许多，到时候突破个第1序列神层次也不在是话下。这样子的话，距离超脱第1序列神也都是指日可待。这样的共赢合作，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说完，神龙族的大神斩面带和善的微笑，看着萧炎的面容，似是在期待着萧炎的决定。有这么好的事情给到外人，这可不是你们神龙族的作风，还是说这其中有什么阴谋？听着这合作的确是共赢，不过萧炎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什么阴谋诡计，所以也就直接说了出来。
但是神龙族之人一听，并没有出现什么异样之色，反而依旧是很诚恳地回答萧炎的问题道：怎么可能会有阴谋？我族的神龙大人已经发话，将此事公告于整个万兽神界，只要萧炎小友将我族的万兽之源隐患解决，不仅神火本源赠予你，还可让你在我族中随便选取一道神迹，或者是其他稀有的珍宝，不管是什么，只要我们神龙族有的，都可以满足萧炎小友。但是从表面挺过来，确实没有任何的问题。不过萧炎也没有那么容易相信他人，接着开口道：你提的事情确实很诱人，不过我记得在万兽之地的时候，你们神龙族的神之天骄神灵被我重创击败，虽然他的神体被我的火焰焚烧殆尽，可是那时候在我的神境灵魂探之中，他的灵魂似乎以特殊的手段逃走了，让我无法将其抓获。现在想来，他的灵魂应该已经回到了你们神龙族吧？他难道没有将万兽之地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们？你们还演这一出，让我去帮助你们解决万兽之源的隐患，觉得我是傻子吗？萧炎说到最后，语气也是逐渐的加重了几分。虽然不是很了解神龙族的更多信息，可是在萧炎的脑海里，神龙族虽为3大神兽族之一，可是人品是其中最恶劣的。说到底，萧炎都不相信神龙族会那么好心，如果选择去相信了，那么自己也肯定会羊入虎口，非常的危险。见到萧炎似乎不太愿意接受他们的请求，神龙族的大神斩脸色微微一变，但也很快恢复到了正常，依旧保持着求助于人的那一份礼貌态度。这事情萧炎小友也所言不假，神灵的灵魂体确实回到了我族之中，也将此事告诉了我们。不过我们也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而去针对萧炎小友你，毕竟在万兽之地中，本就是靠着自身的实力强大，才能够有资格拿到万兽之心。虽然神灵被你重创，只剩下一道灵魂体，但是神龙大人并不打算为神灵凝聚出新的身体，就算凝聚出新的身体，其实力也已经大打折扣。